6月2日，美国动力网站曝光了一张002山东舰上2款空7架可垂直起降的固定翼无人机。此篇报道一出，立刻被国内《环球时报》等各大网站竞相转载。有些媒体还对其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可能是美国人批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都没有证实。看到这一新闻时，以为又是美国的高清卫星或者无人机拍到的山东舰海上训练的画面，一看并不是。他所引用的这个图片情报原来是来自 Twitter， 于是我就追本溯源了一下。这名 Twitter 上的军事博主在6月1日就发布了这些图，不过他也不是最早的，最早的图片是来自前一天的微博，而微博开始传播的这些图又是截取自一个视频，名字叫做驾驶歼15舰载战斗机在航母上起降是一种什么体验。视频由一名舰载机飞行员的叙述和视角展开，网上流传的那张俯拍图刚好截取自视频的第15到第17秒，可以清晰看到舷号17的山东舰航母上停着7架固定翼无人机。这个视频最初来自一个公众号，发布时间为5月31日，而发布者不是别人，刚好是山东舰航母所属的南海舰队。如此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美国卫星的情报获取，而是实实在在的官方发布。那么既然是官方的主动曝光，那按照以往的惯例，这么大剌剌的展示出来，就证明这种垂直起降的无人机跟随航母协同训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山东舰自3月底4月初开始就一直在大连造船厂进行计划内的大型升级维护。这是3月18日山东舰由南向北穿越台湾海峡的照片，不过当时甲板上面并没有拍到任何舰载机，后来被证实是从母港开赴大连进行例行维护升级。这是3月28日的卫星图，显示山东舰已经抵达大连香炉礁码头，正在等待入坞。而在5月5日的一张卫星图片显示，山东舰已经入坞并开始进行甲板涂层作业。而在6月2日的最新图像显示，新涂层已经完成。所以纵观山东舰最近的动向，视频拍摄的时间都不太可能是近3个月的事情。看起来在航母上演练垂直起降无人机应该是较早之前的事了。我们回到这幅图，上面这2种无人机分别是什么型号呢？航母上的这7架无人机，左边4架，右边3架，不过它们并不是按照型号分组排列的。可以清晰看到左右各2架为倒 V 型连接的双尾翼，并且似乎还采用了推进螺旋桨，而另外3架则为扁平的 T 型或 H 型尾翼。4架倒 V 型尾翼的无人机，美媒认为是中国电科的翔翼 CSC-005 固定翼4旋翼混合布局无人机。这型无人机资料并不多，只知道它带有光电、红外传感器和激光测距仪，看起来以侦察和搜寻功能为主，最大起飞重量约为21公斤，最大活动半径约50公里。而另外的3架被认为是纵横大鹏的 CW-20 无人机，这款无人机比较成熟，是成都纵横2015年设计的中小型油电混合动力，可垂直起降的固定翼无人机。CW-20 的机长 1.8 米，翼展 3.2 米，最大起飞重量为25公斤，通过无线电指挥的作业范围可达35公里。CW-20 最大的优势在于既可垂直起降，也可以水平起飞，还是油电混合，续航时间3小时，巡航时速为100公里，使用升限4500米，最大任务载荷2至3公斤。当然这些都是民用版本的参数指标，至于有没有军方特供就不清楚了。这是纵横大鹏无人机搭载双光吊舱拍摄的画面，而这是警用版本的 CW-15D。 不过我还查到这家公司最新的一款机型 CW-40， 注意它的尾部同样也是倒 V 型连接的尾翼，长度增加至 2.3 米，翼展 4.6 米，最大起飞重量增至45公斤，任务载荷增加至10公斤。所以山东舰上拍到的那款倒 V 型尾翼无人机，由于分辨率实在过低，也未必就一定是美媒所称的翔翼 CSC-005， 也有可能是这款 CW-40。 中国在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的造诣可谓首屈一指。此前2019年官方就公布了海骑兵 SD-40 无人机在 052C 驱逐舰上进行起降的测试。海骑兵 SD-40 长2米，翼展 3.4 米，由混合燃料电力装置提供动力，最大起飞重量40公斤，最高时速可达180公里每小时，续航时长为6小时。该款机型由厦门汉飞鹰航空研制，当时为测试，现在想必已经装备了。那么美国航母上有类似的无人机吗？有的。美国去年在福特号航母上测试过类似的无人机装备，不过它的主要目的不是侦察和搜寻，而是用来运货。该项目的名称叫做 Blue Water 蓝水物流无人机系统。根据美国海军自己的伤亡报告分析，美国水面舰艇之间要运输大量装备、零件、文书等重要物品，90%货物的重量都不到50磅。
而此前运输此类物品只能依靠 MH-60海鹰直升机和 MV-22鱼鹰式轻转旋翼机来运输，这不仅低效，而且成本居高还危险，所以这个蓝水物流无人机项目才应运而生。蓝水无人机由 Skyways 公司打造，同样为混合动力，最大有效载荷为30磅，预计将在2022年，也就是今年6月前交付3架，不知道现在到货了没有。当然，这款物流无人机在未来也可以换装多种传感器，执行侦察甚至攻击任务。但以美国庞大的航母战斗群和两栖攻击群来讲，这区3架也实在少得有些可怜。而中国对于这种可垂直起降的固定翼无人机的研制，不仅技术成熟，而且品牌众多，这也为未来中国海军打造庞大的无人机群创造了条件。而且单有数量庞大的无人机群还不够，航母尽管是海上力量最大的承载平台，但上面的空间寸土寸金，绝大部分还是要留给有人舰载机。所以除了航母、两栖攻击舰和各类驱护舰只这些平台外，我们还专门打造了将无人机、无人水面舰艇和无人潜艇3合1的海上无人母舰平台。去年刚在珠海航展中展出概念和模型，今年就下水了。这是今年5月18日全球首艘智能型无人系统母舰珠海云号在广州下水，干船长88.5米，型宽14米，型深6.1米，设计吃水3.7米，排水量约为2000吨，最大航速18节，经济航速13节。干船可谓小型航母，也拥有宽敞的甲板，可搭载数十架无人机群，并配置不同观测仪的空、海、潜无人系统装备，能在目标海域批量布放，以实现对特定目标的立体动态观测。由于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和母舰均为无人驾驶，所以珠海云号装载了定制化的人工智能系统，在大洋深处也能具备半自动的运行能力。当然，目前中国官方的说法自然将其定位为一艘科考船，开展海洋科学、拓展海洋经济为主要目的。但是如果你说它未来不会应用于军事，我是不相信的。再结合今天介绍的山东舰上的无人机群，大家可以自行脑补下了。尽管最近军民们关注的焦点都被上海长兴岛上那个大家伙的下水吸引过去，不过广州这个全球首艘超级无人母舰的下水同样也是一个重要节点。未来战争将以无人作战为主，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人提出的。但当美国在密歇根湖畔还在不停建造这种一下水即面临退役的滨海战斗舰时，中国已经开始下水极具未来感的超级无人母舰了。也许正像近年很多军迷所说的那句话，美国人负责幻想，中国人负责实现。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